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浩子，你就在厨房帮忙端菜吧，主桌坐不下了。舅母王梅头也不抬地说着，手里忙着给表弟林小军整理新郎装。舅母，我也是表弟的哥哥。哥哥，王梅冷笑一声，在深圳打工这么多年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说是哥哥？小军现在可是银行正式员工，你们身份不一样。林浩看着满桌的亲戚朋友，握着手中精心准备的伴手礼，慢慢放在了门口的鞋柜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深秋的早晨，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，林浩开着那辆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轿车，朝着故乡的方向驶去。副驾驶座上放着几个包装精美的礼盒，那是他专门从深圳带回来的特产。妈，我到服务区了，再有2个小时就到家。林浩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好的，路上小心点。你舅母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电话里传来母亲关切的声音。应该挺忙的吧？毕竟是小军结婚的大日子。林浩望着窗外连绵的山峦，心情有些复杂。距离上次回家已经快2年了，不是不想回来，而是每次回来都要面对那些让人不太舒服的对比和议论，特别是舅母王梅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拿他和表弟林小军比较。回忆起来，林浩的父亲在他大学2年级时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。那时候舅舅林建国还算照顾他们母子，毕竟是亲兄弟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特别是舅母王梅开始主导家里的大小事务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浩子回来了，刚进院子就听到舅舅林建国的声音。舅舅，林浩快步走过去。您身体还好吧？好，就是腰有点疼，老毛病了。林建国拍拍林浩的肩膀。这些年在深圳还习惯吗？工作稳定吗？还行，就是普通的上班族。林浩习惯性的避重就轻。这时，从屋里传出王梅尖锐的声音：建国，你别光聊天，赶紧来帮忙搬桌子，明天的客人可不少。县银行的几个领导都要来。来了。林建国对林浩使了个眼色。你舅母这几天特别忙，别往心里去。林浩点点头，提着行李走进屋里。院子里已经搭起了临时的棚子，工人们正在摆放桌椅，一切都在为明天的婚礼做准备。哟，浩子回来了。王梅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目光在林浩身上扫了一遍。这次回来住几天？3天吧。公司那边还有事。公司？王梅冷笑。什么公司这么忙？不就是在电子厂打工吗？小军现在在银行上班，那才叫正式工作。前几天县里的刘行长还夸他来着，说他业务能力强，以后前途无量。林浩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地走向自己的房间。这间房间还是他高中时的样子，床头贴着已经发黄的明星海报，书桌上堆着几本旧教材。妈，浩哥回来了。表妹林小燕从外面跑进来。哥，你怎么这么瘦了？在深圳没好好吃饭吧？林小燕是舅舅家最小的孩子，今年24岁，刚从师范毕业，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。在这个家里，他是唯一对林浩还算友好的人。还好，工作忙一点。林浩摸摸林小燕的头，听说你要考公务员。我妈说，女孩子还是要有个稳定的工作，不像你们男人，在外面飘着多辛苦。小燕，王梅在厨房喊道，别在那儿聊天了，过来帮忙洗菜，明天的客人多，准备工作还多着呢，知道了吗？
林小燕对林浩做了个鬼脸，我先去帮忙，晚上我们再聊。看着林小燕跑向厨房的背影，林浩心里涌起一阵暖流，至少还有人记得他是这个家的一员。傍晚时分，表弟林小军回来了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拎着公文包，看起来很有精神。哥，林小军远远的就打招呼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下午刚到。林浩站起来，明天是你的大日子，紧张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兴奋。林小军坐在林浩对面。对了，你在深圳过得怎么样？听我妈说你换了好几个工作。林浩心里一沉，果然，王梅连这种事也要编排。还行，现在的工作比较稳定。那就好。说实话，我一直担心你在外面过得不好。现在大城市竞争激烈，没有关系和背景的话，确实不容易。林小军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。要不你考虑回来发展？我在银行有些关系，可以帮你找个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至少稳定。谢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建国、浩子都别坐着了，过来帮忙。王梅在院子里大声喊着，明天早上6点就要开始准备，今晚必须把桌椅都摆好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林浩都在帮忙搬桌子、摆椅子，王梅不停地指挥着，对每个细节都要求严格。这桌子摆得不对，主桌要放在最中间，那是给贵客坐的。椅子要擦干净，明天银行的领导们要来，可不能怠慢了。浩子，你把那些塑料椅子搬到后面去，前面都用好椅子。忙到晚上10点多，终于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林浩累得腰酸背痛，但看到院子里整齐摆放的桌椅，心里还是有些成就感。小军，明天你的同事们几点到？王梅拉着林小军坐下，我得安排好座位。刘行长他们大概9点到，还有几个科长和同事。对了，县里的张书记也要来。张书记也要来。王梅的眼睛都亮了，那可是县里的大领导，得好好招待。妈，你别紧张，都是很随和的人。那不行，礼不可废。王梅转头看向林浩，浩子，明天你就负责在厨房帮忙，端茶倒水什么的。主桌上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你就别凑热闹了。林浩愣了一下，舅母，我也是小军的哥哥。哥哥？王梅的声音陡然提高，什么哥哥？你们虽然是表兄弟，但现在身份差得太多了。小军是银行的正式员工，马上就要提副科长了。你呢？在深圳打了这么多年工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说是哥哥？整个院子突然安静下来，林建国尴尬地咳嗽了几声。林小军低着头不说话，只有林小燕愤愤地瞪着他妈妈。王梅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林建国终于开口，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说错了什么？王梅毫不示弱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，还讲什么兄弟情？有本事有钱才是真的。浩子在深圳这么多年，混成什么样子了？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还不是因为条件不好？林浩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仿佛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。他站起来，声音平静，但带着一丝颤抖。舅母说的对，是我想多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休息了。哥，林小燕想要说什么，但被王梅瞪了一眼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。王梅挥挥手，好像在赶苍蝇一样，回到房间。林浩坐在床边，看着手机里深圳同事发来的信息，他们正在为一个重要项目加班，项目关系到公司明年的发展方向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林浩本来应该在现场指导的，但为了参加表弟的婚礼，他特意请了假，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公司 CEO 发来的微信：浩总，明天的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？投资人那边很重视这个项目。林浩想了想，回复：一切就绪，我后天就回去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对了，政府那边有个招商项目想和我们谈，你回来后我们具体商量。放下手机，林浩苦笑了一声。如果舅母知道他口中没出息的外甥其实年薪100万，手下管着几十号人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但他不想解释，也不需要解释。从小到大，他就习惯了默默承受，习惯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。只是没想到，血缘关系在现实面前竟然如此脆弱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林浩就被外面的嘈杂声吵醒了。王梅的指挥声，厨师的切菜声，还有搬运东西的撞击声，整个院子热闹得像个菜市场。浩子，起来帮忙！林建国在门外喊道。林浩简单洗漱后走出房间，发现院子里已经来了10几个帮忙的村民。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着洗菜切菜，男人们在搬桌椅摆餐具。浩子，你去厨房帮忙端菜。王梅头也不抬地说，一会儿客人来了，你就负责添茶倒水，别的事不用你管。知道了。林浩走向厨房，厨房里雾气腾腾，几个大妈正在炒菜。看到林浩进来，其中一个大妈笑着说，这是建国家的外甥吧？小伙子长得真精神。是啊，就是命不太好，从小没了爹。另一个大妈压低声音，现在在深圳打工，听说还没成家。深圳那地方消费高，打工仔确实不容易。可不是，你看人家小军在银行上班多体面，今天娶的媳妇也是城里的大学生。林浩默默地听着这些议论，手里机械地洗着菜。他知道这些人没有恶意，只是在闲聊，但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上午9点多，客人开始陆续到达。林浩透过厨房的窗户，看到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轿车，穿着西装的男人们走进院子。王梅立刻迎了上去，脸上堆满笑容。刘行长，您来了，真是太荣幸了，恭喜恭喜！小军是个好孩子，前途无量啊！一个中年男人笑着说。哪里哪里，还要多靠您提携。来来来，里面请。林浩看着王梅在客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刚才对他颐指气使的舅母，现在却对这些所谓的贵人如此恭敬。小军呢？新郎官在哪里？有人问道。在房间里准备呢，马上就出来。小燕，快去叫你哥。很快，身穿新郎装的林小军出现了。他今天确实很帅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客人们纷纷上前祝贺，现场气氛热烈。小军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县里的张书记。刘行长拉着一个威严的中年男人走过来。张书记好。林小军赶紧鞠躬。好好好，年轻有为啊。张书记拍拍林小军的肩膀，听老刘说你工作很出色，要继续努力。谢谢张书记。王梅在一旁听着，脸都笑开了花。她拉着几个村里的妇女，大声地炫耀。看到了吧，连县里的张书记都来了，我们小军就是有出息。王梅，你真是好福气啊。可不是，银行工作多稳定，不像有些人在外面飘着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林浩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，但他依然默默地在厨房里忙着自己的事。11点钟，新娘到了，一辆装饰着鲜花的婚车开进院子，客人们都围了过去。新娘很漂亮，是县城里一个中学的老师，看起来很有气质。婚礼仪式很简单，
就是拜天地、敬茶、交换戒指。林浩在厨房里听着外面的热闹声，心里既为表弟高兴，又感到一丝孤独。开席了，开席了！王梅大声招呼着，客人们开始入座。林浩透过窗户看到，主桌坐的都是所谓的重要人物，张书记、刘行长、几个银行的同事，还有新郎新娘。其他桌子坐的是村里的亲戚朋友。浩子，开始上菜了！厨房里的大妈喊道。林浩端起一盘菜，准备往外走，刚到主桌边，就听到王梅的声音：“浩子，你去其他桌子上菜，这桌不用你管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林浩问道。“这桌都是重要客人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？你去那边几桌就行了。”林浩感到脸上一阵发热，但还是转身去了其他桌子。他知道王梅的潜台词，他不够资格服务这些重要人物。正在这时，林小燕跑过来：“浩哥，你怎么不坐下吃饭？我在帮忙呢。”“什么帮忙？今天是小军结婚，你是哥哥，应该坐在主桌的。”林小燕拉着林浩的手：“走，我带你过去。”“小燕，别乱来！”王梅赶紧过来：“主桌坐不下了，而且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浩子坐那里不合适。”“什么不合适？浩哥是小军的哥哥，凭什么不能坐主桌？”林小燕不服气：“什么哥哥？”王梅的声音又提高了，引得周围的客人都看了过来。他在深圳打工这么多年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，和小军能比吗？小军现在是银行的正式员工，马上就要提副科长了，他们身份差得太多了。周围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浩身上。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标本，无处可逃。刘行长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：“这个家庭聚会嘛，大家高兴就好。”刘行长说得对。王梅立刻转换了表情：“来来来，大家继续吃菜，不要客气。”林浩站在那里，手里端着盘子，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一些客人低头吃菜，假装没听到刚才的对话；一些客人偷偷打量着他，眼中带着同情或者鄙夷。舅母说得对。林浩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的可怕：“是我想多了。”他转身走向厨房，把盘子放下，然后径直走到门口的鞋柜旁，那里放着他昨天带来的伴手礼，包装还很精美。“浩哥，你干什么？”林小燕追了过来。“没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深圳那边有急事，得马上回去。”林浩拿起礼品：“这些是我带给小军的结婚礼物，你转交给他吧。”“什么急事？今天是小军结婚，你就不能晚一天走吗？”“真的有急事。”林浩摸摸林小燕的头：“你要好好准备公务员考试，考上了给我发信息。”林小燕看着林浩坚定的神情，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她接过礼品，眼圈有些红：“浩哥，别生我妈的气，她就是嘴笨，我没生气。”林浩笑了笑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立场，我理解。那你路上小心。”“会的。”林浩走出院子，朝着停车的地方走去，身后传来热闹的声音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，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。林浩走到村口的停车场，拿出车钥匙按了一下，一辆银灰色的轿车闪了闪灯，发出滴滴的响声。车子看起来很普通，甚至有些低调，但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一些细节很不一般，比如那个并不显眼但价值不菲的车标，比如那种只有高端车型才有的特殊涂装。正当林浩准备开车门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：“浩哥，等等！”林小燕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的：“
你真的要走吗？深圳那边确实有事。林浩回头看着他，怎么不在里面吃饭？吃什么饭？我妈那样说你，我都没脸坐在那里。林小燕愤愤地说，她就是势利眼，总是看不起人。别这样说你妈，她也是为了你们好。林浩打开车门，在他眼里，只有有钱有地位的人才值得尊重。这种想法虽然现实，但也没错。可是林小燕刚想说什么，突然看到了车内的情况，话音戛然而止。车内的装饰很豪华，真皮座椅、木质装饰，还有一块很大的中控屏幕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了副驾驶座上放着的一个公文包，上面印着一个他认识的标志。这是什么车？林小燕结结巴巴地问。就是一辆普通的车。林浩避开他的目光，我先走了，你回去吧。但林小燕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。她虽然是师范毕业，但对奢侈品也有些了解。林浩今天穿的衣服，他之前没仔细看，现在仔细一看，从衬衫到皮鞋，竟然都是知名品牌。而且这辆车，虽然他叫不出具体型号，但从内饰和配置来看，绝对不是普通的车。浩哥，你在深圳到底做什么工作？林小燕小心翼翼地问。就是普通的上班族。林浩发动了车子。好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等等，林小燕突然想起什么，我能看看你的车牌吗？林浩愣了一下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林小燕走到车后，看到了一串他并不熟悉但看起来很特殊的号码。当林浩开车离开时，林小燕还站在原地发呆。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。回到婚宴现场，酒席已经进行到了一半。王梅正在和几个银行的同事聊天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小燕，你去哪了？你表哥呢？王梅看到女儿回来，随口问道。浩哥走了，说深圳有急事，走了。王梅皱了皱眉，也好，省得在这里碍眼。来，过来认识一下，这是银行的李科长。李科长好。林小燕心不在焉地打了个招呼。小燕是不是也要考公务员？李科长笑着问。是的，正在准备，好好努力。公务员工作稳定，特别适合女孩子，不像有些人在外面飘着，没个着落。林小燕听到这话，心里更加不舒服。她总觉得大家都误会了什么，但她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坐在另一桌的几个年轻人引起了她的注意。他们是林小军在银行的同事，年纪都不大，正在小声讨论着什么。刚才那个人开的是什么车？看起来挺特别的。其中一个人说，我也注意到了，车牌号很特殊，好像不是普通的民用车牌，会不会是租的？现在很多人为了面子会租豪车回家，不太像。那车的磨损程度看起来是经常开的，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他的穿着也很有品质。别瞎猜了，可能就是个暴发户，做点小生意赚了点钱。林小燕听着这些讨论，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。她开始回想林浩刚才的表现，他的穿着，他的车，还有他面对羞辱时那种淡然的态度。一个真正贫穷落魄的人会有这样的气质吗？酒席结束后，客人们陆续离开。刘行长和张书记走的时候，王梅一直送到门口，脸上的笑容要多谄媚有多谄媚。刘行长，张书记，慢走。好好，小军是个好孩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。刘行长客套地说。太感谢了。等客人都走光后，王梅还沉浸在刚才的荣耀中。她拉着林小军，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对话。
你听到了吗？张书记说你是好孩子，还说有事可以找他。妈，你别太激动，他就是客套一下。林小军苦笑着说：什么客套？那可是县里的张书记，能说出这话就说明他重视你。这时，几个银行的年轻同事走了过来。小军，刚才你表哥开的是什么车？我们几个都很好奇。什么车？林小军一愣，我没注意，就是刚才走的那个人，他开的车看起来很特别。林小燕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插话：你们是不是认出什么了？我们也不确定，但那个车牌号很特殊，而且从车的配置来看，应该不便宜。多少钱？王梅突然来了兴趣。这个不好说，但至少几十万吧。几十万？王梅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，哪来的钱买几十万的车？可能是租的，或者二手的。有人猜测，但林小燕心里却有了不同的想法。她开始怀疑，也许所有人都看错了林浩，也许他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没出息的打工仔。当天晚上，林小燕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拿出手机，想给林浩发个信息，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终，她还是发了一条很简单的信息：浩哥，到深圳了吗？路上小心。过了一会儿，林浩回复了：刚到，谢谢关心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浩哥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在深圳过得还好吗？手机那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林小燕以为林浩不会回复了。最后，她收到了一条信息：挺好的，你别担心，好好准备考试，考上了请你吃大餐。林小燕看着这条信息，总觉得里面有什么深意，但她也不敢再问下去，只能回复：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小燕起床后发现，几个银行的同事还在讨论昨天的事情，其中一个人甚至专门查了一下那个车牌号。我昨天回去查了一下，那个车牌确实有些特殊。他神秘兮兮地说，虽然查不到具体信息，但从编号规律来看，应该是某个大公司的内部用车。什么大公司？林小军问道。不太确定，但肯定不是普通人能申请到的。王梅在旁边听着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她总觉得这些人是在故意和他作对，想要证明林浩其实很有钱。你们别瞎猜了，他不耐烦地说。浩子我还不了解吗？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仔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如果真那么有钱，能混成这样？但他心里其实也有些动摇。昨天林浩的表现确实有些不同寻常，面对那样的羞辱，他竟然能保持那么冷静，这确实不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该有的反应。3天后的下午，林浩正在深圳的办公室里主持产品发布会。林总，您的电话一直在响。秘书小心翼翼地走过来。林浩瞥了一眼手机屏幕，全是家里的未接来电，舅母、舅舅、表弟、表妹，甚至还有几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远房亲戚。先别接，会议结束再说。会议室里，林浩正在向投资人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，台下坐着的都是业内知名人士，而此时他的手机还在不停地震动着。林总，我们的技术方案确实很有前景，但在推广方面，一个投资人正在发言。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。林浩从容地回答。我们计划在3、4线城市先建立试点，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。关于具体的投资区域，我们有个详细的规划。这时，秘书又走了进来，脸色有些紧张。林总，县里的刘书记也在找您。
说有重要事情商谈。台下的投资人们面面相觑。县里的书记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林浩皱了皱眉，心里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会议结束后，林浩回到办公室，看着手机上几十个未接来电，心情五味杂陈。他先拨通了林小燕的电话。喂，小燕，浩哥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林小燕的声音很激动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现在都炸锅了。怎么了？浩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深圳到底做什么工作？林小燕压低声音。我妈现在脸都绿了，一直在问你的事情。林浩沉默了几秒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军的同事回去后，找人查了你的车牌号，结果发现……林小燕停顿了一下，发现那是深圳博瑞科技公司的高管专用车。林浩心里咯噔一下，博瑞科技就是他工作的公司，那辆车确实是公司配给高管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又查了公司的信息，发现这家公司正是县里一直想要引进的那个投资项目，价值几十亿的大项目。林小燕越说越激动。浩哥，你该不会……我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。林浩还想隐瞒，普通员工能开高管专用车？林小燕不信，而且县里的刘书记都打电话来了，指名道姓要找你，说是关于招商引资的事情。林浩知道瞒不住了，他在博瑞科技担任产品总监兼副总裁，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市场拓展。前段时间，公司确实在考虑向内地扩张，他的家乡所在的县正在候选名单中。小燕，你先别声张，我处理一下。浩哥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林小燕追问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，算是个小主管吧，具体的回头再说。你先稳住你妈，别让她太激动。挂断电话，林浩看着窗外深圳的夜景，心情复杂。他知道这次回去参加婚礼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一切。第二天上午，林浩接到了县里刘书记的电话。你好，是林浩林总吗？我是兴县的刘建平。电话里传来客气而急切的声音。刘书记您好。林总，真是失敬失敬，没想到博瑞科技的高管就在我们县里，这次您回来参加婚礼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真是招待不周啊。刘书记客气了。林总，我想当面拜访您，关于博瑞科技在我们县投资建厂的事情，我们县委县政府都非常重视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林浩想了想，这样吧，我这周末回去一趟，我们详细谈谈。太好了。林总，您住在哪里？我亲自去接您。不用麻烦，我住在我舅舅家。您舅舅是？林建国。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刘书记的声音变得更加恭敬。原来您是建国家的外甥，这真是太巧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浩苦笑了一声，他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消息传到舅舅家后会引起怎样的震动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，林浩接到了舅舅的电话。浩子，是我，你舅舅。林建国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刘书记刚才来家里了，说你是什么博瑞科技的总监。舅舅，浩子，你老实告诉舅舅，这是真的吗？林浩沉默了一会儿。是真的。电话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，然后是王梅的声音。浩子，是我，舅母，浩子，舅母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你这么有出息。王梅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刘书记说你们公司要投资几十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有这个计划？我的天啊！王梅的声音高了8度。浩子，
舅母之前说话不中听，你别往心里去，都是舅母不好，舅母给你道歉。”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林浩接了10几个电话，表弟林小军、表妹林小燕，还有一些平时根本不联系的远房亲戚，都纷纷打来电话，语气都变得异常客气和讨好。浩哥，我是小军，之前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以后还要多多指教啊。浩总，我是你二姨家的小华，听说你发达了，有时间请你吃饭。林总，我是村里的老张，以前我们家还有些恩怨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林浩听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心里百感交集。3天前，他还是那个没出息的打工仔，现在突然变成了林总，人们的态度转变之快，让他感到既讽刺又悲哀。周末，林浩驱车回到了家乡，这次他没有选择低调的车，而是开着公司的商务车回去。既然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隐瞒也没有意义了。车子刚进村，就被一群人围住了。村民们好奇地看着这辆价值不菲的商务车，议论纷纷。这就是林浩开的车，看起来真气派，听说人家年薪几百万呢。建国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出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外甥。林浩下车后，立刻被人群包围。平时见面都要想一想该怎么称呼的远房亲戚，现在都主动迎了上来。浩总，您回来了。林总，你好，您好。浩子，看起来精神多了。林浩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，但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人的热情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和财富。走进院子，他看到舅舅和舅母正在门口等着，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。浩子，回来了。林建国走过来，想要拍拍林浩的肩膀，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。路上辛苦了吧？还好，舅舅。浩子。王梅走过来，脸上堆着尴尬的笑容。那天的事情，舅母真的不知道你这么有出息，舅母给你道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舅母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林浩淡淡地说。浩哥。林小燕跑了过来，你终于承认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小燕。林浩摸摸她的头，考试准备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紧张。这时，林小军也走了过来，表情有些别扭。哥，之前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我都是一家人，别说这些。林浩拍拍表弟的肩膀，新婚快乐。嫂子呢？在家里，不好意思出来见你。林小军苦笑，他说之前太失礼了，让他别想太多，都是误会。正在这时，村口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几辆黑色轿车开进了村子，在林浩的车旁停下，应该是刘书记他们来了。林建国紧张地说。果然，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着正装的中年人，为首的正是县委书记刘建平。林总。刘建平快步走过来，终于见到您了，真是久仰大名。刘书记客气了。林浩和他握手。林总，这位是我们县长王强，这位是发改委主任李明，这位是招商局局长张华。刘建平一一介绍，大家都想见见您这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。各位领导好。林浩客气地打招呼。围观的村民们看着这一幕，都惊呆了。县里的主要领导居然都来了，而且对林浩如此恭敬。王梅站在一边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她拉着旁边的邻居，兴奋地说：“看到了吧，看到了吧，那是我外甥，县长都来见他。王梅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可不是，我就说浩子是个有出息的孩子。”林浩听着舅母的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3天前，他还说他是没出息的打工仔，
现在却说我就说浩子是个有出息的孩子。林总，我们先进屋谈谈。刘建平提议。好的。一行人走进屋里，王梅赶紧去泡茶，她的动作异常麻利，脸上的笑容也异常灿烂。林总，您对我们县的印象怎么样？刘建平开门见山。很不错，民风淳朴，资源丰富。林浩客气地回答。那关于投资建厂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林浩想了想，我们公司确实在考虑向内地扩张，贵县也在我们的考察名单中，不过具体的投资方案还需要详细论证。那太好了，王县长激动地说，我们县委县政府一定全力配合，土地、税收、人力，我们都会给予最优惠的政策。林总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？我们正式邀请您和贵公司的团队来实地考察。李主任问道。这样吧，下个月我安排团队过来详细了解情况。太好了，林总，您为家乡做贡献，我们代表全县人民感谢您。刘建平站起来，郑重地鞠了一躬，在场的其他官员也都站起来鞠躬，这让林浩有些不好意思。各位领导客气了，为家乡发展出点力是应该的。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，最后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。博瑞科技将在该县投资建设生产基地，预计投资额度50亿元，可以解决当地3000多人的就业问题。当县领导们离开的时候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消息传得很快，不到1个小时，全县都知道了这个消息。林浩要在我们县投资50亿，3000个工作岗位，我们县要发达了。人家林浩就是不一样，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本事。王梅更是激动得语无伦次，逢人就说，那是我外甥，我外甥要给我们县投资50亿。但林浩却显得很冷静，他知道这些赞美和恭维本质上和3天前的羞辱没有区别，都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。当天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气氛很奇怪，大家都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浩子，你真的要在县里投资？林建国小心翼翼地问。如果条件合适的话，林浩回答。那太好了，王梅激动地说。浩子，舅母以前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如果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那样对你。舅母，我理解。林浩放下筷子，在你们眼里，只有有钱有地位的人才值得尊重。这种想法虽然现实，但也没错。不是的，浩子，不是这样的。王梅急忙解释，舅母是真心疼你的，就是嘴笨，不会说话。舅母，你不用解释。林浩站起来，我明白人性的复杂，也不怪任何人，只是希望以后，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大家都能以平常心相待。当然当然。王梅连连点头。浩子，你还是我们家的孩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但林浩心里清楚，一切都已经变了，他和这个家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浩成了全县的焦点人物，到处都有人想要见他，有的是想要工作机会，有的是想要合作机会，还有的纯粹是想要沾沾光。林浩客气地接待了一些重要的拜访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县里的相关部门讨论投资细节。他发现这个县的发展潜力确实不错，而且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大。林总，我们已经准备了3个备选地址，您看哪个更合适？招商局的张局长指着地图说，这几个地址都不错，但我更倾向于这个。林浩指着其中一个位置，这里交通便利，而且离居民区有一定距离，
不会造成污染问题。您考虑得真周到。张局长赞叹。林总不愧是大企业的高管，眼光就是不一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林浩也感受到了家人态度的变化。以前对他爱理不理的远房亲戚，现在都主动联系他；以前总是贬低他的王梅，现在见人就夸他。就连村里的一些老人都开始说他从小就与众不同。但最让林浩感动的还是林小燕，她是唯一一个态度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人。浩哥，你会不会觉得大家很虚伪？林小燕私下问他。会，但我也理解。林浩坦诚地回答。人性就是这样，趋利避害是本能。那你不生气吗？刚开始会生气，但现在已经释然了。林浩笑了笑，生气改变不了什么，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？比如这次的投资项目，如果能成功，就能为家乡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，创造很多就业机会，这比任何人对我的态度都重要。林小燕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1个月后，博瑞科技的考察团正式来到该县进行实地考察。林浩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全程陪同考察。考察结果很令人满意，双方正式签署了投资协议。消息传出后，全县都沸腾了。这是该县历史上最大的投资项目，对当地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签约仪式上，县委书记刘建平激动地说：“感谢博瑞科技，感谢林浩林总，这个项目将改变我们县的发展轨迹。”台下掌声雷动。王梅坐在嘉宾席上，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。她逢人就说：“那是我外甥，我们家的浩子。”但林浩的表情很平静，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好，让他真正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。仪式结束后，林浩回到舅舅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气氛比以前轻松了很多。浩子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林建国眼里含着泪花，你为家乡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你爸爸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骄傲的。舅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浩子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骄傲。王梅拉着林浩的手，舅母保证以后再也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。舅母，其实你说的没错。林浩平静地说，在这个社会，确实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更受尊重。我不怪你，也不怪任何人。浩子，王梅的眼圈红了。但是舅母，我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。林浩继续说，金钱和地位只是外在的东西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和能力。如果一个人只看重外在的东西，那他永远不可能真正成功。王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还有，林浩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希望大家记住今天的情景，记住当一个人成功时大家的态度，也记住当一个人困难时大家的态度。这样以后面对其他人的时候，就能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。林小燕深深地看着林浩，眼中充满了敬佩。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应有的格局和胸怀。半年后，博瑞科技的生产基地正式开工建设。这个项目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，整个县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林浩因为这个项目在行业内的声誉更加显赫，他被评为年度杰出企业家，还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。但对林浩来说，最重要的变化是他和家人关系的微妙调整。虽然大家对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恭敬，但同时也多了一些距离感。王梅现在见到他，
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再也不敢随便说话。林建国虽然还是很亲近，但也明显多了一些客套。只有林小燕还是像以前一样自然的和他相处。浩哥，你会不会觉得孤独？有一次，林小燕问他，有时候会。林浩诚实的回答，但这是成长的代价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林浩望着远方正在建设中的工厂，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也得到了一些东西，而且能为家乡做点贡献，这种感觉很好。林小燕最终考上了公务员，在县政府工作。她经常和林浩分享工作中的见闻，两人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林小军的工作也有了起色，因为和林浩的关系，他在银行里受到了更多的重视。虽然有些尴尬，但他还是很感激这个表哥。至于王梅，他现在逢人就夸林浩，仿佛以前的那些刻薄话从来没有说过。他还专门学会了使用微信，每天都要给林浩发一些关怀的信息。林浩知道他是真心想要弥补以前的过错，但他也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破碎，就很难完全修复。不过他选择了原谅，不是因为他现在有钱有地位，而是因为他明白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与其抱怨和愤怒，不如接受和改变。1年后，林浩在深圳买了一套大房子，把母亲接了过去。他还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，作为回乡时的落脚点。每次回家，他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县里的领导、村里的干部，还有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，现在都对他毕恭毕敬。但林浩心里清楚，这些尊重和当初的轻视一样，都不是因为他这个人，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和财富。真正的成长，也许就是接受这种现实，然后在这种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